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黄敬议员、尹乃菁小姐、林佩强委员、议员之委员、李波议员。好，首先要恭喜两位哈，你们他这个被罢免的这个反罢免的票比他当选票还多。对，那叶元之也是指标，本来当时很危险，后来哇，这个比他其实比当选赢的人还多一点。对不对？你当选赢2000票，就赢3000多嘛，差不多这样啊，差不多。很多人说他只赢3000多，他当选也只不过只赢2000啦，那不是说对不对？要这样比嘛啊，真不简单，真不简单哈。川普政府公布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税率，主要台湾关心了哈，因为台湾最早是我们是4个排在最前面谈判的这个国家啊，哎，为什么人家都公布了，全10个都公布了，就我们没公布。今天终于啊，我本来是说他就要拖过726啊，那今天呢是台湾是20%了哈，20%呢，当然比日本、韩国高，不过赖清德后来赶快开了一个记者会，说还在谈，还没决定哈。那为什么还在谈没决定？就是一定有一些条件没谈好嘛。如果谈好早就公布了，就没谈好啊。哦，那没谈好就先公布个20%，那会多久谈好？现在也不确定啊。那川普就开始吹牛了，说这个新关税非常平稳顺利，而且呢，大门还对新协议敞开，就是继续来谈，你们只要给我条件，我满意了。他就2个啦，第一个你市场开放给我市场，第二个呢最好到美国来设厂，它主要就这2个。哦，然后呢过去赚的钱通通吐出来。那我们是属于第3类了哈，就是中间啦，可以这样讲了哈。为什么会标20%？因为你他还没有签协议，他现在让你有很多让的东西，你现在还在谈。第二个呢，逆差很高，去年占他739亿美金，哦，第6名哦。那但是高于日韩呢？那白宫官员说，川普是看贸易逆差，还有美国优先来决定。什么叫美国优先？哦，半导体调到美国来，哦，然后呢，贸易逆差，你干嘛赚我739亿？而且过去你累计赚了6000亿，什么意思？哦，那被认为说川普是摆脸色给台湾看。那《华尔街日报》说呢，因为他想跟习近平谈一场大交易，大交易还在后面。哦，因为你要跟大陆谈呐，那你如果台湾这个条件好，大陆会说，那你为什么给他条件给我条件这么差？而且大陆的市场比这个台湾大，大陆赚我们去年赚美国739很多，大陆赚2900亿啊，而且已经算少了，过去赚更多。哦，所以呢，这是外媒了啊，说川普是冷落赖清德的。那美国的对中国的鹰派被川普赏了一巴掌，赖清德已经没有什么路可以走，因为从鹰派最近失势啊，因为对鹰派来讲，根本不要跟大陆交往，最好制裁大陆，把他打到死哦，等等。那川普显然不这样认为，我们看一下。开讲了，白宫官网上一连串漏漏等，一整页全是最新更新的税率。仔细一看，台湾的税率20%，尽管比4月公布的税率已经大幅降低了12%，但和亚洲主要竞争国家相比，日前曝光的日本和南韩都只有课征15%的关税，台湾却是高出5个百分点。美国总统川普在对等关税8月1号生效日的前几个小时，正式签署了行政命令。当然，不止曝光台湾的税率，包括马来西亚也涨1个百分点，课征25%的关税税率。另外，泰国和柬埔寨因为冲突，原本被威胁课征36%的关税，现在也确定降到19%。不过，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包括巴西和印度2国都被重课25%和50%，也冲击华尔街股市周4的表现。周4早盘虽然开高，但道琼指数下挫超过300点，标普500指数连3天收黑，小跌0.37%，台积电 ADR 跌0.53%，主要指数收盘全部收黑。儿子怎么看？请大佬是这样哈，因为终于先排了，不先也不行，因为我们的8月1号是他的7月底，那这个排先了，有没有出人意料之外？我觉得没有哦，因为是20%。你晓得，第一个向川普屈服跪拜的是越南。当越南的数字出来以后，我们台湾大部分的几乎每一个专家学者、官方啊，都猜我们台湾会落在10到15。那个时候我是第一个讲不会，我们大概在15到20，甚至20出头，甚至20出头。那20出头我大概错了，我就承认错误啊。那现在为什么呢？现在因为白宫这个讲法就是20是天花板，15是地板。
那但是如今天这个宣布以后，赖清德的记者招待会可以看出赖总统治国无方了，战略没有方向，战术呢没有技巧，因为他讲了2个重点，一个就是说这个还会变，这个是暂时性的。你讲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期望，我看很多人就想说，好像还会下来，他也暗示还会下来，所以大家抱这个希望。有明示哦，有可能再低哦。对，所以赖清德就是要买这2、3天的平安啊，他也不喜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总统，一个好总统是讲20是天花板，那有可能是下来，但是下来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市场自由化，或者是更多的投资这方面，我们要让步，所以那边我们牺牲了，才能够换得了这个整体关税的下降，所以通通供起来，我们政府当然要去寻找一个1加1减，2边好像这个杠杆一样的总结果，对全体人民的利益是最大的，要走那条路，按这条路的细节是非常的复杂，要有专业的知识才能够懂。但是你不能给大家一个希望说会下来，怎么会下来呢？一下来呢，就是有些要上去了，就是有些要付出代价了。那第二个点，我觉得他讲的也是不好。他说我们跟白宫有协议，就是大家都要守密。这个也很好笑。白宫要守什么密？他都跟你讲清楚了就是其他。这个不是逆差的我们还赚了一点小钱，但是不重要的，我们都给15%，那只有一个是10%，那是我们兄弟嘛，那英国是我们有血缘的嘛，那其他跟我有仇的要么延后，要么就罚他50%，像巴西，对不对？那现在留下来这几个国家就在15到20之间为什么会是15到20之间？因为很多地方还没有谈妥。什么叫没有谈妥？就是因为你赚我的钱太多了，就是对我来讲是逆差，对你来讲是顺差。赚到不是这么的谈呢，不拿10档来这种赚到160呢。我远远一看，你规身躯拢油嘛，我要摕来转看有还有油无？要给你客看还有油无？你若不认错现在不让步，把以前的油吐出来，还要从现在开始做生意，你要赚我的钱，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们要它扯平你要开放你的市场，我也要去你的地方卖东西还有你进来的加关税，所以你赚的钱跟我损失的钱大概差不多，因为我不能一路降下去，我国家会完蛋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一点白宫讲得很清楚。那赖清德我跟你讲，我真的开始觉得2028这个国民党拿回政权的希望不是没有。因为赖清德已经把他的政权搞成一场非常僵硬、非常僵固，而且呢，就是简直真的是肃杀之气不小于老蒋，而且呢，他又维护民进党原来的蛮横、这种流氓、这种草莽的风气，然后偶尔不好意思去修饰一下，以前用什么太阳花啦。什么野百合现在花用完了，现在就来一个那小小可爱的多山的国家，对不对？所以他给先要给这很温柔很有气那个，但是他真的是走投无路，要退要承认错误，承认不来，要往前去继续冲，也冲的真的没有力道，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这个是内外交尖就内部就是这个大罢免的，就是受伤的很重还要继续搞。这个对我来讲，就今天这个是很严重就是赖总统的好朋友谢金河也讲，这个伤是非常重。刚刚老沈说他这个赖清德肃杀自己很重，跟老蒋一样，但是不要忘了，老蒋至少用的人还不错。赖清德先用了个什么人呢？我不知道从行政院长。到那些部会首长，那些人是什么才雕，对不对？哎呦我的天哪，那有资格当部长吗？有资格当院长吗？所以他用人不行，赖清德能力也不行，胸襟气度也不行，又没有远见，怎么办呢？一个国家交到他手上怎么办呢？所以老沈刚讲的没错了，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你不只看一个数字，你要看整个 package。整个包裹到底怎么样？加起来怎么样？你讲的我能写出来。民进党的草莽
老蒋的肃杀，还有赖神的刚愎。我们英雄所见略同。来，那个林伟。我们还是先把问题回到关税上面来讲。目前来讲，我们一般说看到今天从美国开始这关税战争之后，关税主要分成4种，一种是所谓通用关税，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0%；另外一种就是针对美国进他们其他市场的关税趴数；第3种是所谓的 FDI， 也就是所谓对美直接投资；第4种是比较隐性的，可是其实这在每个国家都存在的，就是他们不想对就是要这些国家对于军事上的付出。我们在看到日韩的时候，我们没有仔细看到说，好像他们的军事没有一定的付出，其实他们是有的，因为日本跟韩国都有美军军事基地，他们一定是在那边的时候，在他们内部的时候想尽办法在这边帮他补齐。川普以前曾经讲过，他很不愿意在未来他任内有任何军人实质上的牺牲，他也很不想要开始去打一场没有利益的战争，而他也不想要再花任何的军事费用上面在其他国家土地上面，刚好。这一次的关税战符合了他所有的要求，因为这是一种前所未见，不能讲前所未见，没有这么大规模使用的所谓经济午休经济战争。这一句话不是我讲的，是 Warren Buffett 差不多一讲到当初川普一当选，说他准备要提关税的时候，那时候巴菲特美国的企业家就说，我觉得如果说征关税的话，相当于开始一场战争。可是这个战争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战争是说他输掉了，他现在美国是目前看起来实质上钱是赢了，因为他目前这一路扫过去，每个国家都必须应该是说被迫要去缴钱，不管我们刚刚讲这4种，这全部都是要钱的。但是美国这样做的话，会把他的商誉和他的社会世界秩序给他破坏掉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到说，另外一方面，20%是代表什么意思？当初我们第一个知道，刚刚有提到越南是第一个收20%通用关税的国家，但他们付出了些什么？就是第2个条件，他们几乎对美所有的产品都是零关税，这对我们台湾是很伤的，因为会不会代表说未来我们台湾因为我们台湾本身进口的东西其实不见得种类很多，但是美国当他们全力进口的时候，像说稻米如果大量进口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们农民是一个毁灭性的伤害？再来，我们现在有听到说，有可能有听到道听途说事情非常多，说我们可能要付出说3兆的我们整个有低到3兆，就3兆我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高到加国防之后变12兆，但是这种加起来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事情我们是应该知道的，而我们并没有被告知。这件事情不只是国会议员，而是全国的民众都应该知道说，在这一场关税战里面，中华民国到底被迫割地或赔款赔了多少？这件事，我想全国都想清楚。因为我刚刚讲说，最早他们说我们是前4个最先谈的。那么拖这么久呢？我当时认为是要拖过726，那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决定呢？还有823呢，不要忘了还有啊。所以要不然他如果能谈好，早就谈好了嘛。但拖什么东西呢？就中间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不敢谈，那选后再说。因为现在呢不能谈，因为呢很可能是牺牲农民权利嘛。那你今天现在823要罢的是谁？你自己想想看，原来台中县3个，南投2个，新竹1个，那个地方都是农业县份啊。原来的台中县不是农业县份吗？还有一些这个基本的工业啊、工作母机啊、工具机啊，就这些行业啊，所以他现在就还是拖，还是压嘛。要不然我们有可能降，那你要付什么条件呢？这什么？我们跟美国的大家都说那是机密，美国跟你什么机密？川普哪有什么机密？川普大嘴巴就讲了，就因为你这还没有搞定嘛，是什么机密？是你的机密，不是美国的机密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今天开了个记者会，说20%不是谈判的目标。当然嘛，我们当然希望越低越好啦，对，最好跟至少跟日韩一样，比日韩低更好嘛。好，所以不是目标，这个讲废话嘛。赖清德说继续谈判，争取更有利的税率。那问题是为什么谈了半天都谈不到最有利的税率呢？谈很久，最早谈到现在啊，为什么？就是它是整个包裹嘛，还有别的条件嘛。你到美国去投资多少？日本这个5500亿啊。欧盟6000亿啊，南韩3500亿啊，那你要谈多少？而且呢，
川普谈完很得意说，他们来投资要投资什么我决定，我说了算，我选择行业，哦，然后呢赚的钱都是我的，90%是我的，那怎样？你看谈这个东西吗？对吧？而且你怎么谈呢？另外，川普就说你们来买我们的这个债券，然后呢都免息，100年不要付利息，那你要去买他这个债券吗？我们中央银行现在很多钱是外汇，真的是买债券，但是收那个利息，大概收的中央银行付的收的利息，大概当我们政府税收的8到10%这么高，你会都去买它无息的吗？到时候没有这个8到10%的利息，你怎么办呢？政府税收怎么办呢？换句话说，你告诉我们你怎么谈的嘛？你保密，丑媳妇要见公婆啊，你最后还是要讲啊。而且你不讲，川普给你讲，他自己脸书就写了。那所以呢，关税谈判，赖清德开了记者会，媒体说他讲的好像没讲嘛。赖清德说见谅，因为我们有保密协定。你光讲一个税率15%、20%，中间还很多东西啊，见谅，没再够啊。那赖清德说呢，好吧，立法院不要急，我将来会向国会报告。现在不应该断言说成功或失败。大罢免，也现在不能说哪方赢、哪方输、哪方成功、哪方失败。关税也不能告诉你哪方成功、哪方失败，都是相对的啊。那这个赖清德突然变成老子的信徒，任何事都有得有失，一得一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好，那赖清德说会向立院报告，会向国会负责，但什么时候报告不知道，谈完再说啊。那侯友宜就问了，是什么叫做暂时性关税的？是不是总统讲清楚啊？大家这叶子都很急啊，新北市有很多中小企业啊，也有大企业很急啊。我觉得施俊吉，因为他是专家了，当过行政副院长，他说行政院应该适时公开谈判的状况，然后呢，这个甚至借着在野党的反弹跟民怨，让对手让步嘛，就是说。比如韩国，为什么韩国这次看起来农业保护的还好？为什么？韩国以前你记得吗？第一次很多年以前，为了开放那个牛肉，对，民众上街头几乎推翻那个政府啊，政府居然被很凶悍的，对不对？所以呢，法国农民经常把那个 tractor 一引子就开到巴黎门口，丢马铃薯啊，什么番茄，丢一地给你搞啊，都看到画面看到，对不对？那台湾静悄悄的啊。美国是台湾都顺民啊，赖清德是顺民对美国，台湾是顺民对赖清德啊，大家都没有意见啊，予取予求，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对谈判是好吗？所以他的还有业者要叫出来请愿啊、联合啊等等，所以呢，在野党会骂啊，是好事啊，从某角度一个会骂的在野党对执政党有时候也是个帮助啊，所以这个时候让对手看到啊，的确啊，这个你通通不讲。都没事的，那当然川普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嘛。那从此前很妙，到台湾抽到流年不利望云逆，大旱之望云逆了哈，是中下签。雨下那么多还要望云逆，还要望云逆，没错，老陈想的对，雨逆极之下了，还流年不利。然后呢，20%是美国的施压，这也是废话，当然是美国的施压嘛。我们看一下，告知台湾暂时性的关税。20%的税率。美国公布对台课征20%关税，总统说这数字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总结会议还没谈完。但20%从一开始就不是台湾谈判的目标。我们希望在后续的谈判当中，争取台湾更有利、更合理的税率。那这一部分，美国政府也表达意愿。跟台湾进行谈判。整理这份美方公布的税率，由高至低来排行，第1名是41%的叙利亚，第6有印度、武汉文莱25%，台湾、斯里兰卡、孟加拉和越南并列第7。紧接之后有5个东南亚国家拿到19%，但后面有日韩、土耳其等40个国家15%。这么看起来，台湾是中段班的数字。记者追问：我们拿什么出来谈？那至于有没有投资？多少的金额这一部分，因为还在谈判，所以目前基于双方的保密协定，
还没有办法跟社会大众说明。总统说，台美双方后续将就供应链合作和232条款相关议题一并磋商。但若拿台湾对比亚洲主要国家，日韩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比台湾低。印度和文莱25%关税，缅甸和辽国高达40%。在野党就抨击谈判过程不透明。此刻不宜贸然去定位这次的谈判是成功或失败。这个时候的谈判团队跟政府，尤其需要在野党的支持跟鼓励。至于记者们一大早喊总统的这些题目，我们还有筹码吗？是因为死守农产品吗？总统哪些红线是哪一些？心中有没有理想的数字？看来记者会上都没回应到。反正8月7号期限之前，我国政府态度一句话，20%是暂时的。来，元之。赖总统一直讲说，我们到底拿什么换到这个关税？说保密协议，怎么可能会有保密协议？我们看到日本、韩国他们在谈的时候，很多讯息都是公开的嘛。那为什么别的国家都没有保密协定，只有台湾有保密协定？那台湾那么特别哦？还是说这个讯息如果揭露出来的话，会让台湾人大的反弹？所以美国要求我们千万不能讲，你讲了，万一国内反弹，万一你做不到的话，你怎么办？否则为什么只有台湾特别奇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适当的揭露啦，一定要适当的。为什么？不要讲别的，你总是要告诉可能会受到产业会冲击的产业怎么因应吧。例如说，假设你农业完全的开放，好，你比如说你开放了美国的鸡肉进来啊，鸡蛋进来，或者其他农业进来，那现在这些产业的人他要怎么因应？他要投资吗？还是他要做什么其他的做法？或者金属产业，大家一般预估是影响最大的。那金属产业现在怎么办？你要让人家准备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在等开盲盒啊！一开出来之后，哇，杀个措手不及啊！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吗？然后赖清德总统今天说，他到时候不管谈得如何，最后一定会向立法院报告取得同意。看起来好像我现在不一样了，我是尊重你的国会了，我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不进议会的赖清德。但事实上，你到时候就是结果出来了，逼你在野党来追认嘛，就是这样啊。那你为什么不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跟那个立法院在协调，而不是最后用强硬的手段逼立法院一定要听你的，否则又是天下大乱。所以这种所谓的要跟立法院报告取得同意，看起来也是虚晃一招，也是一个话术啊。你现在就可以讲了嘛，那接受国会监督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2014年，你民进党当时是怎么讲的？那时候两岸在签服贸、货贸的时候，黑箱，你在骂说黑箱你说不透明你说什么事情都应该要接受国会监督，要公民参与没有参与的东西呢就是不对的。现在台湾跟美国谈这个东西，更是有可能伤害到台湾的利益。那个时候其实台湾还是有赚的有互惠的你说要监督，现在是完全就民进党都闭嘴了，没有一个说需要知道。哇，这个政府可以双标成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个就是说，让大家很担心，你到底会谈出什么东西出来？那我觉得今天很多人讲说，那赖清德你不如就不要出来好了嘛？你今天出来反而讲个空话，他一定要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他的民调现在非常惨在一个点，就是大家觉得赖清德只会斗争不干正事。如果今天关税这个事情他还不出来的话，就坐实的他只关心罢免，不关心国政。可是怎么办呢？出来还是在洗地啊！最后我还要讲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府大家务实一点。你看在谈关税的过程当中，都一直在大内宣。从一开始的时候强调说，哎呀，你看我们国家好棒我们是第一轮的4个国家啊，很棒啊，很快就有结果。然后酸对岸说，你看走什么选对人走对路，那顺口溜很会想。32%，选错的145%哈，选错人什么关税145，对。然后那个时候选错145，对。然后我们国家在跟美国在谈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时候，我讲的好像一副我们要跟美国都零关税，就是说我们已经求婚成功了，接下来呢要开始要聘金了，要结婚了，然后最后台美呢，哇，这个贸易不得了啊！结果嘞，我们看起来美国也没有对我们比较好啊。那所以从这个结果去验证政府一直在不断的内宣，搞到最后其实比较丢脸的是政府自己嘛。所以其实我是建议政府就务实，就遇到什么困难你就跟大家讲。对，如果你真的是困难，大家也不会怪你。但你如果只是想着反正我搞宣传就好，然后牺牲台湾利益，我觉得到时候人民的反弹反而是更激烈。他原来一直搞这一套嘛，对国民党是很有用啊，宣传啊，抹红你啊。你碰到美国，你这套就没效了南京。
我今天看赖清德的这个记者会啊，其实非常愤怒的哈，因为呢，他到现在到今天，美国都已经揭晓是20%的时候呢，他今天就好像塞公那一样啊，六神无主，毫无底气，不断的反复的就讲几个啊，这是暂时性的，好，因为有保密协议不能够公布哈，然后呢，我们呢一定会争取最大的权益。根本什么都没有讲，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的严重、非常的恶劣的呢，还是一直不断的栽赃，就说啊，这个大家应该要给谈判团队支持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要寻求国会的支持。我觉得从头到尾，哈，他一再的强调说有保密协定，但是国人的眼睛是瞎了吗？在那么多的国家在谈判的过程里面，石破茂一步一步的把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很坦白的告诉美国的国内，他们现在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即便是韩国也是如此。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就我觉得让大家非常的担心哈，因为先前的时候传出来说，美国开价4000亿，就台湾呢要对于美国呢做出4000亿的不知道是什么样各种各样的投资，这还不算在之前的时候台积电已经去的1600亿哈，以及那个天然气的那个投资呢，到底是不是涵盖在里面？我们看到日本跟韩国呢，哇，他们一个拿了6000多亿美金，一个拿了5000多亿美金，然后签下了这样子的不平等的一种贸易之间的往来之后，换来的也不过才15%啊。那之前的时候传出来说4000亿谈不拢，然后也才20%。那到底赖清德今天说啊，一定会有更好的协议，那这样是我们这样是要让到什么地步啊？今天如果说哈，他最后揭晓是14%好了，加上今天的我们的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今天已经升值1角了，今天已经到对，已经贬了1角了，今天已经到29.94对1美元了，加上过去平均来的话，就12%、13%左右的话，好，就算我们14%，再加上那个14%、12%，我们也很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到底要让到多少？我觉得赖清德今天这样讲话完全不负责任。就是说，台币大概升了12%了哦，原来14、15%，现在这几天稍微贬一下哦，然后大概12%。然后你加上汇率的在关税20%，也差不多32%，跟他原那个32%差不多啊。对啊，就算到14也还是很高啊。就跟你定在那个32%，就差不多这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